操你妈的法则！把老子关在这鬼地方100万年，逼老子收徒，从人族天才收到飞禽走兽，连花花草草老子都收过。操，老子收徒收了100万年，今天他妈的总算到期了！操你妈的法则，放老子出去！这就是外界的灵气，索然无味。比起荒天古冢的法则之力，道文本源、鸿蒙子息这些，简直不是人吸的。算了，至少自由了。引灵镜，我直接修的大道来到这世界，竟虽为小小的引灵镜，无所谓了，就算是引灵镜，凭我实力秒杀几个帝君不成问题。啊，师姐，快看那边有人！他身上几乎没有灵力波动，不对，是引灵镜。他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幽兽山面深处？看他样子不像附近宗门的人，引灵镜修士来这太危险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好，你在这等我，大长老带我们历练，我去叫大长老过来。宗主说过，在外行事当以礼相待，不可轻慢无礼。这位公子，请问你是迷路了吗？这里是云莲，很危险的。云宗？你们是雀云宗的？认识一个叫李云清的吗？公子，我等对你以礼相待，切不可直呼我云剑宗太上之名。一子实力越强，闲时获得回牌越丰厚。天运回牌法则已启动，认目触发，势头相认，与李云清相认。李云清，当年那个天天哭哭啼啼跟在我屁股后面求我教他的小屁孩，居然成了太上老祖，真有意思。这位小友有礼了，老夫乃云宗大长老，记你在此孤身一人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你们云宗的人还挺有礼貌。这是李云清宗主亲自定的规矩，我宗以德立身，以礼待人，青云宗盛名早已传遍千里，小友难道不知？完全没听说过。哈哈哈，小友倒是坦率，不过老夫观小友虽是引灵境，面对山连深处的威压，却面不改色，心性实属上佳。不知小友可有兴趣入我云宗修行？入宗就算了，问你云清现在什么境界？老夫不是说过，不可直呼太上名语。太上老祖神通广大，早已是半步洞虚的无上存在。半步洞虚？就这样？他出来3000年了吧？怎么也该是至尊境了，才半步洞虚，有点弱。你唬在什么啊？小友或许对境界不太了解。修为从引灵开始，再往上是筑基、后天、先天、通灵、神天、子府、元神，再往上才是洞虚、神劫、至尊。每一个大境界都如隔鸿沟。太上老祖已是我等需仰望的存在。那就是这混账偷懒了，天资本来就普通，后天还不努力。小友休得狂言。唉，本看你心性尚可，想引你入宗，如今看来你心高气傲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罢了罢了。是7阶妖兽，群剑宗灵首。7阶妖兽，那可是堪比神藏境的修士啊！孽畜，休得猖狂！哼，太好了，大长老可是子府境的大修士，对付巨头神藏境的妖兽，简直是手到擒来。没错，大长老定能将他就地正法。文剑河第一式。不对，这孽畜隐藏了实力，他的气息至少是8阶。8阶？那不就是子府境？你不也是子府境吗？销售肉身强后，普遍比同阶修士强一个境界。
你连乐义气都做不到，还当什么大长老？你，老夫！大长老，我们快逃！回去请宗主和各位长老来。虽然你嘴巴很臭，但我们不能丢下你，快跟我们一起走。好，这么小东西就抱头鼠窜，我丢不起那人，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。叶公子，太危险了！是啊，他可是8级妖师，快回来！你们快走，快回宗门求援！老夫纵然赊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为你们争取片刻。国主，就你现在这样，上去不够他塞牙缝的，不够他塞牙缝的。这种时候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所有人一起撤，留这里就是白白送死。你不过念在你们悲天信人，还想顺便救我一命，这次就不骂你们了。那还不快撤！往那孽畜跟前凑什么？你要出手，但怎能只用一只手？你的兵器呢？法宝呢？疯了不成？明知妖兽肉身强大，你一个引灵镜还想用肉身去？一直就8级妖师死了。愣着干嘛？妖兽死了，不去取他的妖丹、令甲和鬃毛，这点事还要我提醒你？打完架不知道收战利品，光站着看一点都不会持家。前辈教训的是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收取材料，别让前辈等急了。前辈，战利品在此，你们留着吧。这如何使得？还请前辈一步，随我到云宗稍作歇息，也好让我聊表谢意。还请前辈务必赏光，晚辈这就御剑待你。太慢了。这是缩地成寸，传说中的大能神通，人绝非凡俗。快，我能全速返回宗门。玄前辈，久等了。这里便是我云宗。这地方选得不错，警法也还可以。昆清这小子怎么这么弱？前辈，我先带您去见太上吧。我的祖爷，您快别说了，知道您强，这么野毁太上，被人听见，我也得遭殃。道友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那是我们宗主的座位，您的座位在那边，那是客座首席。那我要是不坐着这，李青爷来了就不敢坐进。这尊大佛我可惹不起，看看太上如何定夺吧。敢问道友高姓大名，好去通报宗主。根氏。太上，若非300年前太上出手，我恐怕早已化为枯骨。惜也正因那一次太上您的修为，至今停滞在半步洞虚，只此无法突破。何必再扯这些？道之所向，万死不辞。话虽如此，可我刚得到消息，
炎宗那位已是洞虚五重，若他前来报复，千万小心。怕什么？他若敢来，我便敢战。我师尊曾言，世人若敢辱我、嗔我，宗主的师尊定是高人，所言所语必有深意，定要记下来。宗主，贤师祖怎么说的？贤师祖说，就他妈干他，干他娘！还以为是什么金玉良言，干他娘是啥意思？我操！我怎么也爆粗口了？太上真性情，真性情。那是自然。太上，您总提起您的师尊，那位前辈究竟是何等神圣？我来云宗也有数千年了，只是常听您提起，竟不知其名语。师尊他……太上长老，大长老人报，外出历练时带回一人，翠度十分傲慢，一上来就坐上宗主宝座，还指明要见您。他说他叫……什么？他妈的，敢做宗主还敢指名见我？他妈的，真当我云宗好欺负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撒野？走，等，师尊说过，敢在老子头上撒野，老子非把他脑袋塞进他娘的！元师祖，太上向来如此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我群宗也不是任人揉捏的。话糙理不糙嘛，去看看。可这话也太粗了。谁？是谁？是哪个杂种敢这么犟？他娘的，敢做宗主呗！老子不把你吃出屎来，算你拉对前架！太上宗主借口风，不羁放纵，爱自由啊！冷静，太上人不错，虽然话糙了点儿，但人嘛，总有些小毛病。小子，给老子滚下来！来，老子把你剁碎了喂狗！青爷火气很大呀。不孝弟子云清叩见师尊，恭迎师尊归来。太上啊，您手下留情，千万别把人弹死。参见玄师祖，太上他竟称这年轻人为师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他妈，是真的！太上竟跪下了！天哪，太上的师尊竟如此年轻！都起来吧，云清，你也起来吧。师尊，弟子还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您了。过来，靠近点，再近点儿，近到我一巴掌能扇到的地方。云清，老子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老子教你出口成章，你他娘的出口成脏，有辱师门！他娘的，老子今天非踹死你不可！师尊，这都是您教的呀，您教的！什么？还敢顶撞师尊？你这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东西！我总算明白太上为何这么粗鲁，训言慎行，小心挨骂。师尊，老子弟子知错了。500物天运点，也就换5本圣阶心法，这云清不值钱呐！你太虚剑胚已碎，修为难以寸进，是谁干的？启禀玄师祖，此事皆老夫之过。1000年前，老夫为求一仙草，斗自犯险，后遭炎宗宗主及2太上长老熟杀夺取。是太上
是太上他单枪匹马杀入重围，硬是从3位洞虚强者的围攻下将我救出。那一战，太上以1敌3，舍命救我。为了医治重伤的我，太上不惜耗费本源，动用的太虚剑胚力量，才导致剑胚受损，修为至今不得寸进。太上是为了宗门，为了师门才。虽然话糙，但太上高义，我等楷模。停！应善请朝尴尬，你那点伤不值得动用太虚剑胚力量。你说实话。师尊，这个大体是这样，心结略有出入。当时被3人围攻，跑的确有点狼狈，越想越气，觉得吃了亏，所以当夜3更，弟子腾回炎炎宗，一剑斩杀他们太上长老。不过后来被发现了，那老东西启动护宗天阵，弟子没办法，只能燃烧太虚剑胚，穷行破阵逃遁，顺便将他们一半的长老也一并宰了。天哪！身负重伤，单枪匹马夜袭敌宗，斩杀太上长老，吃起半数长老，最后还能全身而退，太猛了！咱们太上老祖走不脱了吧？谁说太上吃亏了？这波血钻啊！不错，越级反杀，没辱没师门，也不吃亏，很好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说说我教你什么呢？师尊说，谁敢找事，就干死他，喷他全家。他哪来的？我是这么教你的。哎，不是的，那是我自己瞎掰的。师尊说的是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玄师祖果然有气节。敢问老祖，这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其中真意是什么？我为修士追求长生与超越，怎可能朝闻道夕就死呢？这话的意思自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真正的意思是早上知道仇家在哪儿，晚上就得杀过去。哎，就是干他奶奶的，干死他，岑他满门。原来老祖的霸气是还是师祖教的。招魂求加路，熄灭其满门。这也太洒脱了。好家伙，我以为老祖轻声霸道，没想到根源在这。这师傅教的真好。好，有志气。注意你的言辞。你不要脸，老子还要脸呢。弟子无能，当年没能将雀炎宗满门屠迹，还请师尊责罚。罚什么？多大点事，打不过不是还有我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出门靠朋友，打架靠师傅。既然你吃了亏，那场子就得找回来。现在就去吧，你这半步至尊的境界还是太低了点。师尊，这空间，弟子竟能触摸到空间波动了，咫尺天涯，这就是咫尺天涯。弹指之间，竟修复太虚剑胚的本源损伤，还助太上连破2境。这怎么可能？玄师祖他看起来不就是引灵镜吗？一个引灵镜帮洞虚境大能突破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弟子与青年拜谢师尊再造之恩。起来吧。去哪？爪子针。玄师祖，千万不可呀！这就要杀过去。炎炎宗毕竟是中原大宗，护宗天阵非同小可，我们是不是从长计议一下？师尊且慢。不敢去了。弟子不敢忘师尊教诲，师尊说过，就得在那杂众跳得最欢时填爆他。师尊说过，杀人更要触心，让一个人毁灭之前，要先让其盆口。7日之后，便是中原3宗大会，届时炎炎宗宗种主与所有长老皆会出席，那将是他们最风光无限的时刻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孺子可教，既然要去参加大会，排场总不能太寒酸，我也顺便提升修为吧。提升修为？修为是说提就能提的。9步9重天，
一步一登仙，万道归一处，天地我为准。头头，不是梦。三木入洞穴，这是仙人吗？我苦修500年，才勉强摸到洞虚境的门儿。玄师祖他老人家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不必惊讶，师尊就是师尊，他的修为岂是你们能揣测的？师尊，您先去休息吧，过2天我们一起过去。不急，你刚刚说中遮三宗堂会，除了我们和炎炎宗，还有哪家？回师尊，还有九黎巫宫，其店主巫九黎是玩蛊毒的，手段贵钱，瘾很毒辣，跑得要死。巫九黎人，如果真是那小子的话，这么算来，昆清得叫他一声师兄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本座定要吞并云宗。昆清的太虚剑必须弄到手，嘿嘿嘿！只要有了他，有地狱那位相助，我炎炎宗统一中原指日可待。宗主，密探来报，那云清似乎已突破至洞虚3重，而且他身边还跟着个年轻人，也是洞虚1重的修为。洞虚3重又怎样？本座也是洞虚3重，何况我们还有太上长老坐镇，那可是洞虚5重的存在。我炎炎宗的底牌是你一个破落的云宗能比的？传令下去，待我简单布置，请我命令行事，什么都不许说，直接给我开打。师尊，您看那边那个看起来凶神恶煞，好像每个人都欠他800万灵石的，就是炎炎宗宗主烈无风。这杂碎凶残暴戾，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强取豪夺。那边那个就是九黎巫宫的巫九黎，阴险至极，没人知道他的袍子里藏了多少战藏东西。那就是巫九黎，法则任务来了。看巫九黎这模样，应该只是乌龟化身，不知行不行得通。既然正主到了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。啊？这就直接开打，不用先上台论道，讲几句场面话嘛。师尊说过，能动手就别废话。待弟子守好这里，我们动手时，你们就趁机把炎炎宗那些杂碎全都灭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和师尊。打起精神，别丢人，放手去干，师傅罩你。烈无风，去你妈的！云清，你不讲武德，竟敢偷袭！讲你妈，给我死！太上长老，助我拿下此子！宗主莫慌，一个黄口小儿，翻不起王浪。云清看到了吗？连九黎巫宫巫殿主都懂得审时度势，前来协助我炎炎宗。你昆宗大势已去。放你妈的屁！师尊在那，管你什么9里8里，贼敢过去，谁就得死。弟子穆九黎拜见师尊。啊，他就是你的师尊？吴九黎，你疯了不成？这个洞虚1重的小杂钻也配当你的师尊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烈无风，你他妈的敢侮辱我师尊，今天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
还是老样子，喜欢用乌葵化身色畜跑，看来不见真身是不行啊。法则任务还没完成，师尊教的嘛，玩蛊毒的心要脏，手要黑，打架就得把别人往前推，尽量别用真身冒险，关键时刻要把众人拥至身前。如今是何境界？回师尊，弟子不才，半步至尊。这具乌葵化身堪比洞虚五重，还行，比你那个傻师弟贵点。他值5本圣阶心法，你值5本地阶。弟子惭愧，惭愧。不多说了，那个是比你晚5000年入门的师弟。琉璃蜈蚣全体听令，却住云宗，屠灭炎炎宗，一个不留。我操你妈的猎物疯！操你妈！砍死你个老狗，还敢来是不是？操你妈！银宗太上这口风有点意思，跟咱们太上有的一拼。我你妈！我操，徒儿们喊出来，感觉都有劲儿了。我尼玛！徒儿们跟我冲锋！我尼玛！干他狗娘养的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他们士气暴增了！管他呢！我尼玛收！我尼玛！妈我尼玛！年轻，你教的什么徒弟？满口污言秽语，成何体统？透你个屁！师尊，昆清师弟以1敌2，也算勇猛。要不我上来，他们狗娘养的。不必，若连这2条老狗都应付不了，那他还是趁早滚出师门吧。师尊说的是，越级1打多，咱们师门都这样。二位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再不动手，我炎炎宗就要被灭门了！是他们，地狱绝灵宗的幽长老和明长老，玄冥双姐，传闻2人皆是神阶境强者，联手之下，甚至能越3重境界反杀对手。这还怎么打？这不是你们该考虑的，不关你们的事，先把炎炎宗的崽子们杀光。是。师尊，不过是神劫境老狗，让弟子上去引爆这具乌葵化身，炸死他们。这2条老狗上去就自爆，我叫磁力棒，对吧？不急，看看你师弟，他好像还有办法。刘峰，你叫人是吧？告诉你，就算你把天地叫来，今天老子也弄死你！猎无风叫了俩人就觉得自己很强了啊！敢抢我太息剑便宜，还敢辱骂师尊！7条老不死的，老子宰了你们！这老祖，这测绘真是不断翻新，真是好爽！有种超脱世俗、返璞归真的不羁个感。那是当然，这都是师尊教导有方。老子教你们的是洒脱不羁，是随心而行，谁教你们口出过言的？跟你那蠢师弟一个样，娘的一点涵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看看你们师尊，老子多温文尔雅，文明有礼。等会，骂人都一个横梗，别人对事情是非严肃。穷矣！年轻人勇气可嘉，但太过鲁莽。我们只为太虚剑胚而来，只要你乖乖交出，我们不仅饶你一命，还保证你寻宗传承不断。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标准的垃圾反派。反派总是死于话多，记住，要打就打，别跟他们废话。是，师尊曾言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陆店主，这是何意啊？意思是跟人打架，你犹豫1秒，他可能就站起来了，必须往死里干他，毫不犹豫地将他干废再说。我就知道。自可教，还有一点，永远不要相信坏人的承诺，要是有人信了，那就是天下第1大傻子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，去吧，摸摸你的铁头师弟。遵命，师尊。
唉，何必呢？你的挣扎毫无意义。为一件身外之物赔上自己生命与整个宗门，最后落得人财两空，值得吗？放你娘的狗屁啊！抢了老子的剑片，叫的意思吧？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小师弟。不过2条老狗也敢在我们师兄弟面前狂吠，干死他们！小师弟，师兄来助你！干你娘的万古噬魂！不错，你们2个小辈联手，正能与我2人抗衡片刻，天资卓越。可惜呀，走上了死路。跟他们废话什么？直接宰了，取出剑胚！哈哈哈哈哈！2条老狗叫喊的倒是挺凶，有本事就来取，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。师兄说的对。想要我的太虚剑胚，先问问你们2条老狗的脖子够不够硬，敏感不灵。既然你们执意求死，那便成全你们。挺狠呐，靠，有点意思。哈哈哈！强爷。现在知道天高地厚了吧？想拿我的剑胚，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！太虚剑胚，云剑阔，万剑归宗，剑来！这股力量，这才是太虚剑胚真正的威力。好！此等神物，地狱之归我们所有。师弟，不必留手，全民之河，受死吧！太下，全民之河。竟逼得他们施展出联手杀招，太上与乌九离联手，竟能抵挡，这简直是妖孽呀！也就这样吧。云京连拓太虚剑胚一半威力都没发挥出来，乌九离这小子更是在摸鱼，来的只是分身，真身不知在哪享乐，否则的话，那2条老狗早已化为飞灰。好了，你们玩够了，该师尊活动筋骨了。徒弟们退到师尊身后，师尊要开始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好像洞虚异虫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靠不知名的时空宝物强行定住空间的小鬼。小子，看你年纪轻轻，能有这等宝物，也算你的造化。但这不是你一个区洞虚境就敢站在我们面前的理由。小小的洞虚异虫，当人家师尊也配当师尊？你配吗？看来那2个眼光也不怎么样，带着你的2个徒弟滚蛋，否则就连你一起收拾了。就凭你这点实力，也想替这2个小子出头，真是笑话。废话真多。他不是洞虚境，他隐藏了实力，快走，立刻走！怎么可能？为何动弹不得？这片空间，整个天地都被他彻底封锁了，我们冲不出去。
一招将2位宗主打退的玄冥双劫，在玄师祖面前竟被一招镇压，连燃烧精血都逃不掉。再不请长老出手，我们今日就要奠落于此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玄冥，这小小的中原，还有你们2人解决不了的杂碎。师叔，昆苍子师叔，救我！师叔，此人手段举义，将我2人重创，还请师叔出手，将此了碎10万段，扬我绝灵宗神威。哼，绝灵宗的老怪物孙藏子，他很强，还行吧。神劫境5重哦，主修凌天剑客，就算的同倔强者，在他手下走不过10招。2个废物简直掉进我绝灵宗的脸。本座神念之下，此地并无神劫境，说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将你2人伤成这样的？师叔，就是他，这站在林清和五九律前面的男人。啊！哈哈哈哈！洞虚一重，你们2个成名多年的废物，竟然会被一个洞虚一重的小辈打成这副德行！这么高干嘛？还得老子抬头？乖跪下听话。前辈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前辈在此修行。洞虚一重，这他妈是洞虚一重！仅仅一招就将我从天上拉下来，碾碎了我的护体神通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前辈，我与您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既然元清是您的弟子，我绝灵宗保证日后绝不再找他半分麻烦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。看到没？这就叫无耻，3番5次派人围杀你们，如今打不过了，就说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我绝灵宗绝无与前辈这等高人交恶之意，还望前辈看在我宗薄面，高抬贵手。又学一招，自己搞不定就把背后的宗门搬出来顶事，学学看。前辈真要与我绝灵宗为敌，还请前辈三思，得罪了绝灵宗，在这中原乃至整个天玄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哈哈哈哈哈！瞧瞧，商量不成就该威权了，你们说这该怎么办？师尊曾教导，此不与背力乱神。嘿嘿，肯定不是啥好话，听着得了。意思就是君子就该不说话，直接用惯力把他们打得七困八素。正是。虚空寂灭。前辈饶命！我兄弟2人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前辈天威，我等愿降。只要前辈放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兄弟2人愿为前辈做牛做马，效犬马之劳。师尊今天再教你们一句：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军前对阵，谁来谁死。徐尊金言，速局扩门禁。哦，懂了，就是干，不要怂。全师祖的教诲蕴含至上大道，定要记下，日后好生参悟。这句话还挺有道理。那我也记上吧。听懂了，该上路了。天哪，这真的是拍在地上，想抠都抠不起来呀！现在该干什么了？
师尊，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到的3枚空间戒指，还有这些法宝兵器。虽然品质不怎样，但卖了也能换不少灵石。一群穷鬼，比起荒天古冢的东西，这些连垃圾都算不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尊，这是玄冥令。玄冥令是传闻中开启地有3大秘境之一藏最渊的钥匙。玄冥令，没想到竟在云藏子手中。等等，这上面有张存魂的气息。小子们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回到地狱，定要灭你们满门！我堂堂神洁境，纵是肉身毁灭，神魂犹存，定要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神魂状态，神洁境强者肉身灭亡后，能留下一蕊神魂，神魂极难被察觉，只要找到合适的炼器师，炼制一副刷体，便可重生，或直接夺舍弱小修士。但剁舍相当于从头再来，收益不大。就凭这点藏匿神魂的把戏，也想瞒过师尊？乐至灵气吸多了吧？等我再回来，定将你们剥皮抽筋，肉身炼成膏，神魂见天灯。我不是神魂状态吗？你们能看着我？当然看得到。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我师尊亲自出手，你以为凭你那点破手段还能隐藏？小子，你竟有追子手段，很好很好，就算我跑不了，也要让你神魂俱灭，道基尽毁。山师祖，不可！暴怒状态下的神魂自爆，威力惊人，应接会伤及您的神魂呐！神魂受创比肉身伤势更难修复啊！还请玄师祖赶紧出手抵挡，我等为您护法。玄师祖应该没事吧？他总是这么从容不迫，但这次是神魂对撞啊！斗金将，就凭他也想伤到师尊？狂灭神童！不，这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。我乃神洁境，我不。能死在师尊的虚空寂灭、荒灭神童之下，这云苍子也算是死得其所，应当感到荣幸了。是啊，师尊2大道法，他一人的绝田了，何其幸运！还得这么说，这叫幸运。这根本是死劫！今日我再教你们一句话：单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玄师祖，您这句话的意思是？意思就是直捣地狱，踏平绝灵宗。宗主，我弟弟云苍子一级派往中原，盗取云清太虚剑胚的玄冥双劫，他们的命符刚刚全都碎了，神魂聚散，无一生还。中原之地，幸有人能彻底灭杀神洁境的神魂。不仅如此，我之前怕有强绝救夺，特地在云子身上留下了一枚玄冥令，可如今那枚玄冥令的气息也彻底消失了，必定是被人夺走了。宗主，请允许我即刻前往中原，不仅要为云苍子报仇，为您夺回太虚剑胚，更要将玄冥令夺回来。稍安勿躁，藏尊岩即将开启，各方势力都在盯着我们。此时我们若大举前往中原，
岂不是正好给了那些人可乘之机？可昆藏子和玄冥双杰的血海深仇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报，当然要报，但不是现在。中原突然出现这等人物，我们更需谨慎。待入藏尊园，偏地气机交感，所有隐秘无所遁形。届时逮杀了云藏子，逮拿了玄冥令，自然会水落石出。到那时才是我们连本带利一并讨回来的最佳时机。可惜了，太虚剑胚没指望啊！这次想必就是为云清塑造太虚剑胚的强者出手。九黎，这个你拿着。看他干嘛？藏尊渊，听名字就吓人，洞虚三重，去的也是白去。至尊境进去都可能阵亡，地狱3大禁地之一啊！问这么多，不想要，不要就还给我。要？怎么不要？谢谢师尊。就这么定了，1天后前往绝灵宗。师尊，我也要去。你就别去了，好好待在宗门，散固境界，提升修为。这么说还好意思跟？好吧，等到神劫境再去找你们。师尊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，只有一部地级心法，拿去修炼吧。地级功法很少没好东西。谢谢师尊，弟子日后有所成就，定当报答师尊。谈什么报答不报答？以后在外面久了事，别把师尊供出来就行。这玉佩你收好，危急时刻捏碎它，可请我出手一次。师尊放心，弟子日后定当勤言慎行，且不给师尊惹麻烦。你误会了，我怕你把我说出来，那些想找你麻烦的人，欠说是我的弟子就不敢动你了。那样的话，你还怎么历练，怎么成长？原来世尊是这个意思。星然，别修炼了，好消息！贺九黎，你又撒什么谎？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担心我没名额吗？现在有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藏尊渊了。玄冥令，你从哪弄来的？我师尊给的。你师尊随手就能拿出玄冥令？你这师尊真是太厉害了！那是当然。对了，去藏尊园前，先去绝灵宗一趟，一起去。你师尊的场子，我肯定要去。走。对了，我们去绝灵宗干嘛？灭宗。这就是连接各州、通往地狱的虹桥，果然壮观。是啊，九玄界浩瀚无垠，各州之间相隔亿万里。若无地狱虹桥作为中转，闲长修士穷尽一生，也未必能跨越一州之地。那要怎么找你师尊？我师尊还用说，肯定比我们先到。我师尊最擅长速度。谁在背后说我帅？穆雪柔，这小魔女怎么这么快就遇上了？真是孽缘。天运回踹法则，任务完成。天运回踹法则，弟子状态：姓名穆雪柔，实力神劫9重圆满，半步至尊，根骨万魂心经。天运回踹法则依据弟子出师后所有表现、修为、奇遇、斩杀敌人数量等综合因素判断，该弟子可为宿主回踹500亿天运点。因素判断，该弟子可为宿主回踹。厉运清那小子强多了，跟雾九离境界一样，只5部地阶心法了。看这模样一点没变，就是不知道这惹是生非的性子改了没。这么多年就这点修为，太贪玩了吧？还没有，我很努力修炼的，谁叫我根骨本来就慢，至于性格嘛，肯定有改了。雪柔现在很温柔的。对了，师尊，您去地狱要去哪玩呀？去灭各宗门。这样子啊，是哪个瞎了眼的宗门惹到师尊啦？喏，这是我的传奇玉牌哦，师尊要动手啊，前一天通知我一下哈。我最近有点事，可能很忙的啦，我先走啦，师尊，拜拜。说话的方式是变了，但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师尊，刚才那个是你女儿，长得真水灵，您找到道理了吗？你妹才是女儿，那是你师姐。是师姐。前辈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她看起来比我宗门新弟子还年轻。是啊，师尊师姐，她几岁啊？一个小屁孩而已，也就3万多岁吧。
3万多岁。我操，比我宗开山老祖还老。他只是个小逼孩，那我岂不是也胎盘都不如？你是清风族的。我操，清风族！青哥，你居然是清风族了！我们认识5000年了，你居然一个字都没提过，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人族。任务完成，弟子状态：乌九离，5篇8鹤1岁，神洁净大圆满，半部至尊，根骨乌骨笃体。根据弟子毕业后的表现、修为、奇遇、斩杀敌人数量等综合判断，宿主可获得500亿气运点。搞定，又有500亿到账。下一个去体咒灭了那个不知死活的绝灵宗。老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很久以前，奸人喵诺我清风族的不死血脉，挑拨我族与人族的战争，那战2败俱伤。从此以后，人族与清风族便老死不相往来。我怕你知道我的身份后，就不愿再与我做朋友了。所以说，清哥你本体是只清风啊。是啊，你瞒了我5000年，这件事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让我骑一下，我老早就想要个帅气的坐骑了。你想想，记着清风翱翔天际，多拉风！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想骑我？师尊说过，人生在世要迎难而上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没救我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哎，好兄弟，救一下毛振山飞一圈就好。不可能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我清风族的尊严何在？别闹了，走了。师尊，前辈，就一圈，兄弟，就一圈，我找画师画一幅就好，真的。师尊，那位3万多岁的师姐好相处吗？她看起来天真烂漫，应该蛮好沟通的吧？你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师尊说过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只要不是要命的事，都得先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，这叫入乡随俗。酒足饭饱，玩得也开心。绝灵宗此次入藏尊元，事关重大，必须万全准备。宗主说的是，祭灵园那鬼地方没有天地灵气可以随时补充，一旦遇上危险，消耗过巨，我宗耗费巨大代价得来的玄冥令可就白费了。宗主，乔楼，不好了！山门外九离巫宫的店主乌九离带了2人过来，看样子是来挑事的。乌九离，他活闷了，走出去看看。明星师弟，看到没？师兄我已经杀到绝灵宗门口了，你瞧瞧这气派的山门，等会师尊就把它拆了。那个一直惦记你太虚剑胚的老狗，今天就让他血债血仇。荒唐！乌九离，你活闷了不成？敢在我绝灵宗门面前放肆！洞虚遗宠，乌九离从哪儿找来这种废物当帮手？乌九离，你九离乌哥没人了吗？竟然带洞虚进来，我绝灵宗门口撒野，你在羞辱我吗？不，我今天来这只是想打死你们，或者没有或者。靠你还是靠你身后那2位？那位是青狼吧？记得你一直隐居，现在来管九离巫宫的事，难不成你是乌九离的男宠？我早就听说九离巫宫乌九离有龙阳之癖，连尸体都不放过。操，怎么老有人这么想？让九离发挥，以前我不在，他不好站出来，他憋很久了。嘿，你这老壁灯，嘴巴就是臭，亲了哪个老太婆的胡说八道，从你嘴里说出来比烂南瓜还臭。来，小爷帮你漱漱头，让你知道爷爷是怎么变孙子的。乌九离，当我宗门还出言不顺，你和你身后那2个小王八蛋今天都别想活着离开。毕老头，你敢辱我师尊，今天小爷若不将你挫骨扬灰，
算你粉头草够够！多么美啊！嘿吼！前辈我，不过一个藏鱼子，不必如此大动干戈，让他玩玩吧，他憋太久了。乌九离称你师尊，炎炎宗被灭，是云宗和九离巫公联手为云清重塑太虚剑胚，是你给他的胆量吧？请问前辈孙姓代名？也是你徒手杀害我宗营藏子长老，还有玄冥双剑吧？这小子不笨呐，全都串起来了。都这时候了，您还开玩笑？凌天尊拥有凌天剑胚，修为已是至尊2重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您这样激怒他，万一动手，恐难善了。你信不信他不敢打我？他怎会不敢？他跑了。前辈，你怎知他不敢动手？这老狐狸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没摸测我底细参前，他绝不敢拿自己的命来赌。宗主为何要退？那玄师纵然再强，我们齐斗天阵和全宗之力，未必不能将他斩杀呀！蠢货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他表面洞虚异重，但我完全看不透。此人极度危险，乌九离来这定是想借他的事，立刻传讯地狱其他宗门，就说发现疑似大能转世，让他们派高手前来，先替我们试试他的底细。好，他们做我们的替死鬼。哼，算他跑得快，谁准看我把这破龟壳砸了。这是何等手段！灵州，这是重州，就玄界天心门的祖地啊！天心门，穆雪柔是谁？胆能把祖地开过来？穆雪柔，传闻他性情温和，与世无争，九玄界朋友最多，仇人最少，从不插手任何纷争。他来绝灵宗作甚？我怎会知？真是会挑时机，先打完这架再说吧。师尊安好。哎呀，师尊，我刚开船过来，好像不小心撞到东西了，不用赔吧？少装了，那边是乌九离，去见见你师弟吧。还有师尊，师弟在呢，给我点面子嘛。你就是乌九离吧？我是你师姐穆雪柔。乌九离，见过师姐。师姐，这是我朋友青兰，多指教。玄师，还有天心门柔门主，我绝灵宗与你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毁我护宗天阵？你杀我胞弟云藏子，还有玄冥双劫，纵容弟子灭炎炎宗，如今还要联合穆雪柔、乌九离，要灭我门派，欺人太甚！去你妈的，这叫无耻！只准你们勾结炎炎宗，说搅李青云，夺取太虚剑胚，不准我们讨公道。一个门派，上至宗主，下至长老，全都一个九样，敦章取义，倒打一耙，还装起正义使者了。老狗，又不是我们求你们的，3番5次跑来抢我师弟的踏素剑胚，怎么掐不到，反倒成了我们的不是？住口！九玄界弱肉强食，大机缘本就是强者得志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一个无名小辈，凭什么占据那等至宝？看见没？他说的。明白了，杠翻他们。猪肉、土宗、凌天尊交给我，九离、苍鱼子归你。青兰，你随便玩。哎呀，师尊师弟，你们太暴力了，人家不敢看了。好狗，拿命来！过来。怎么可能？
我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，还想等苍羽子他们先试探实力，可这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力量，太恐怖了！前辈饶命啊！我绝灵宗竟付出任何代价，只求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啊！这可让我难做了。你看我那2个徒弟打得正欢，这中途收手不太好吧？什么都可以，我什么都可以给您。柔柔、九离，停手！王玉子，住手！快住手！第一，解散你们的宗门，我不想再见到绝灵宗。第二，你们宗门宝库所有灵石、法宝、丹药全部打包好，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快去拿，慢一息，后果自负。前辈，我们怎么不打了？趁现在一鼓作气啊！打什么打？搜刮战利品是体力活，这绝灵宗这么大，跟迷宫似的，万一他们把好东西藏在茅房底下，你上哪找去？让他们自己把家当打包好，毕恭毕敬送过来，岂不是省心省力？宗主，难道真要将我宗尊千年根基，这将拱手相让吗？不给就得死，给了至少能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必须活着，巡视实力深不可测，再打下去就是死。前辈，我绝灵宗宝库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周肉、九离，拿去分了吧。青兰，你也辛苦了，看着拿点。小师弟，你看师姐我这么多年了，修为这么低，又没什么厉害的法宝护身，刚才差点被他们吓死。这些东西先放师姐这保管吧，好不好嘛？好吧。这个给你，不用客气，不用谢我。东西看起来不少，不过好像还少了一样关键的，玄冥令交出来。前辈，那是我拼尽心血才得到的，也是我唯一的珍宝。你们有这东西吗？我有。师尊，我也有呀。不过好东西嘛，当然是多多益善啦。有就不给你了，这个我自己留着玩。前辈，现在所有东西都给您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急什么？还有最后一样，交出你的凌天禁胚，交出来，这件事就此了结。前世欺人太甚，本座跟你拼啊！前辈小心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岂认你死定了！宗主正面牵制，我大哥从旁绝杀。此乃天罗地网，世人皆知苍云宗有苍云、苍羽双子，千不知我还有一个大哥苍青子，他天生五臂三缺，竟是绝顶刺客，是宗门最锋利的刀。觅过他的人，系过他的。实力不行，还学人暗杀。可惜啊，暗杀你不行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谁准你们走了？师尊，刚才他没打过瘾呢，那老道士就跑了。去吧，打到过瘾为止。好嘞，小雾，我来帮你卸除卑鄙小神，神人得而诛之。既然你不肯给，那我就自己来拿。不要！前辈，前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饶我一命。凌天剑胚是我本命修为根基，若是被夺走，我修为尽废，生不如死了。关我屁事！我愿臣服，哲灵宗上下愿为您鞠躬尽瘁，只求您高抬贵手，少我一命，少我这一次。我将宗门宝库的幽石奉上，里面有我们1000年的积累。哟，你还真敢藏！不过你死了，这些东西照样是我的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！你这是魔鬼行径，玄师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换作是我，
就少废话，我下手只会更重。你个傻娃，你也忒死！藏尊园那位前辈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师兄，凌天剑胚是我的了。师尊，你也活够久了，不要住手啊！这就是最纯粹的纪灵剑胎，切了。宗主死了，他的铸物戒是我的。滚开！师尊教过我们，想要变强，就要不择手段，弱者不配拥有宝物。宗主，你们这畜生，都给我滚开！我们都活不了了，这老东西也得死。没错，就是他们把我们逼上绝路的。反正都是死，多拉几个蛋背。他妈的，敢跟我抢法宝？不，你们敢！看吧，这就是所谓的正统仙门。垃圾宗门上下全都是恶狼，不管谁落队都会被同伴们啃噬殆尽。处理掉吧。哎呀，我最受不了这种头饰操戈的场面了，到处都是哀嚎的伤者，太让人心痛了。靠北了，大姐，这些伤者里，起码这一半是你刚才开中斗撞出来的吧？啊，师尊，海妈好可怜，我心疼。装吧，在我面前随便装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这就是他说的心疼。好了，搞定了。可不，他娘的全都死光了，当然没有伤者了。哎呀，这么多的尸体乱七八糟的，还不干净了，看了真不舒服，得好好清理一下才行。我可是爱前进的女孩子。这么一个软萌可爱的小姑娘，竟然玩这么邪性的魔道法宝！邪性的魔道法宝，师尊，师姐一直都这样吗？哎呀，师弟误会我啦，羞死人了啦！我操！我以为你在说形线，原来你在这描述动作啊！去根就好。师尊，这些断壁残垣好碍眼呀，一点都不整齐，看着心里难受。随你。谢谢师尊。这就是重州的力量。骂去一个宗门，就像掐去一点灰尘。仲州是别人取的名字啦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。那师姐，你叫它什么？泥桃车呀。师尊曾经教过我，如果有人不知死活要找我约架，根本不用等他摆好阵势，我就在他出门的时候，开着我的泥头车直接撞死他，顺便送他全家上路，这样最省事啦。当是随口说的名字，他喜欢就用了。所以呀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天心门只有朋友，没有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想当我们敌人的，都被我连根拔起，斩草除根了呀。
我们许柔最乖了，做得很好。如何？你这位师姐还不错吧？好了，事情了结，也没什么好东西了。我搜回灵天祠，德长吉灵宗宝库不在这，我们先撤离吧。奇怪，灵天尊的球员玉简传来的位置就是这啊。没错，灵脉走向和坐标都吻合。这里本应是绝灵宗的山门所在地。那宗门呢？绝灵宗那么大一座山，去哪儿了？灵天尊呢？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？还是说灵天尊和他的宗门被整个搬走了？柔柔，师尊，有事吗？把你挂在船头的那块石头拿进来。船头的石头，师尊，那是我很久以前在一个荒芜仙域随便捡的，看它形状怪异，就挂着玩。师尊也对它有兴趣。那不是普通的石头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你的师弟。小师弟，师尊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柔柔，去把它拿进来吧。哦，好的。弟子石斗拜见师尊。任务完成，弟子状态：姓名石灵，年龄2田500岁，实力半步至尊境，根骨先天实体，修为体育，斩杀敌人。该弟子可回传500亿气运点，依弟子出师后表现、数量等综合判定。又是一笔啊，很好啊，在哪儿呢？这些弟子混得都不错。师尊连石头都收为弟子。石头也能成精？我本是荒天古冢的镇墓石，本无灵智，是师尊在古冢教化弟子。我日夜聆听师尊大道之音，渐渐生出灵性，后幸得师尊一滴精血点化，方得脱离石身，踏上修行之路。师尊，我能对小师弟说句悄悄话吗？喂，破石头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对师尊说我把你绑在船头专门用来撞人的事，就把你摔得稀巴烂，听见没？师姐，说那干嘛？撞人挺爽的。挺爽的？撞人？而且您是我师姐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然我这皮糙肉厚的半步至尊，我早就跑了，谁能拦得住我？原来我的小师弟是抖 M。志玲，跟着你师姐感觉如何？当醉子撞人不好受吧？回师尊，没什么不好受的，跟着师姐挺好的。师姐拿我撞人撞大阵，虽然有点不上台面，但能顺便吸收那些修士的精血、法宝碎片，还有大阵秘文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虽然我只是半步至尊，但就算是至尊2、3重的强者，也伤不到我。真是个皮糙肉厚、谦内的小子。抖 S 师姐配抖 M 师弟，折配呀！师尊，我们接下来去哪？要不来我的天心门坐坐？不了，去藏尊园吧，把云清也叫上吧，让他见见世面。你一个人带着梦石头，怕你师姐把你找钱啊！这就是祭灵园，九玄界灵气最稀薄之地，简直就是一片死地。藏尊园就在这片死地最深处。神劫境欲突破至尊境，已非单靠吐纳修炼，更需感悟天地自身机缘，缺一不可。而藏尊园便有此等机缘，是以无数大能纵之九死一生，亦要来此讨一老。可惜的是，纵成至尊，亦难再成圣君。10万年前，青灵圣君引圣劫，不知何故，竟引来九玄界仅存7位圣君一同参加。那一战打得天崩地裂，最终星明圣君不知所增，尸骨无存。传闻为与其他6位同归于尽，自化天地，但其他6位，3位当场身死，前下3位亦在5万年内相继作化。唉，据后世几位半圣所言，那战之后，天地间的圣印已不足以再诞生新的圣君。自那3位圣君作化后，世间再无半圣诞生。
而这祭灵园与藏尊园便是当年的主战场，其中有些地方残留的圣域，其威能连至尊亦难以抵挡。数以万年来，在其中陨落的至尊境强者不计其数，是以才被称为藏尊园。一切竟无人成圣，实在是太不正常了。此事必有蹊跷，道士传得神乎其神。话不多说，先去找林天尊那小子的宝藏吧，这家伙还挺会藏。小师弟们，师姐我穷啊！你们看，师尊都把藏宝图拿出来了，这是师尊对我们的考验，你们得帮师姐我把宝藏找出来。师姐，你也是师尊的弟子，怎会你穷？哎，小师弟啊，慢慢了解吧。等你了解了师姐，就不会问这么傻的问题了。陆师兄，那我们帮忙的时候偷偷藏一点，师姐应该不会发现吧？我劝你别想。师尊，我也去。哎，他们师姐梯子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去忙吧。你过去帮忙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坐这来陪我喝杯茶。这是万灵玉露。你说是就是吧，名字挺多的，我咸得太甜，平时不怎么喝。万载难逢，一滴可令死人复活，白骨生肉的万灵玉露，竟被他嫌太甜。怎么喜欢？这几瓶送你了，拿去漱口也行，随便喝喝。血拜后世，汉师哥无以为报。小师弟，你看那边，盟主怎么向师尊跪下了？师尊这是要收新徒弟啦？不可能！为什么？清人胆小如鼠，认识他这么久，就没见他跟人动过手。师尊才不会收这种弟子。那他这是在干嘛？估计是师尊看不下去，随便赏了他点什么破烂玩意儿。九玄界那些人真是没见过世面，给颗糖都能激动半天，哪能跟我们荒天古种出来的比？行了，起来吧，多大点事？阿舍哥漂泊半生，未遇名师，前拜若不嫌弃。我嫌弃你性子太软，不够刚，当不了我的弟子。前拜我很刚，我绝对刚，只最近没机会表现罢了。哦，那我考考你。先拜。如果你的宗门弟子在外与人发生冲突，你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应该问什么？弟子犯错，自然要先问明是非曲直，为何与人动手？九离，弟子在。你的师弟在外面打了，你见到他第一句问什么？问他打赢了没？那下一句呢？接下来自然是问明原因，分清对错。寻亲，师尊，啥事？你师兄在外面跟人打架，回来后该问什么？要是打输了，又该做什么？打赢了，肯定得问问是为啥。倾听乐子。要是打输了，那还问个屁呀！当然是先把场子找回来，先把对面打一顿再说。不对，肉师姐宅心仁厚，她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。哎呀，别问我这个人最行善，最不喜欢结仇啦。前辈，您看，你忘了你师姐的人生格言了？我这个人朋友很多的，因为前辈教感，秋兰受教了。是我太过天真，道心不合，此时不配做您的弟子。快把那万灵玉露喝了吧，看你神劫九重还这么虚弱，我都替你着急。前辈再造之恩，青兰灭齿难忘。小事而已，起来吧。毕竟见识太少，师尊随便露点东西头，就了他激动成这样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呵呵，都是我的。这是辛苦费。
拿去分了吧。多谢师姐。师姐，真大方啊！师尊，鹤灵天宝库里没什么好东西，都是些破铜烂铁，弟子就顺手收起来了，免得放在这养眼。东西拿到就好，走吧，去藏尊院。我怎么觉得柔师姐她血哼穷哼的？你才发现，搜刮宝贝比谁都快，分起账来一言难尽啊！他修的是万魂心经，此心经可赋予万物灵魂，化为己用，小到一沙一石，大到法宝星辰，只要被他看上，都能炼化成自己的帮手。所以师姐才什么都要？霸道是真霸道，却倒未必，只是他这性子，万物皆可为我所用，自然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原来如此，这心法简直是为师姐量身打造的。师尊请看，这宣都是历代以来想趁藏尊渊开启时来碰运气的修士，可惜连真正的入口都没摸到，就死在了外围的禁制之下。看起来不像是弱者。藏尊渊开启时无声无息，一旦关闭，大地河路，神力封锁，就然至尊也休想强行破开。焚怒火轮，言辞，身为盐店主，你太过分了！前三斗天火都被你卡了，这斗万劫焚心炎怎么样？也该归我天火门了吧？师尊曾言，天地宝物本就无所谓归属，能者居之。白长老，你天火门就没抢过东西？你这跟强拿有何区别？不想当强了，还来抢个屁啊！岂有此理！他妈的！南域阎君还是这么嚣张跋扈。师兄，杨色身上的天火可不少。咱钻出渊开启至今，共出现4朵天火，3朵倚在他身上，最后一朵万劫焚心炎，看样子也非他莫属了。他们越强，我越开心。我的噬魂转轮大阵已成，这一次谁来谁死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太好了！只要将这次进来的所有天骄一网打尽，我们师兄弟2人都有望达到半圣之境。可惜啊，能进入藏尊岩核心的也就10来个人，人否则来多少杀多少。我们兄弟2人说不定能一举成胜。师兄此言差矣，能来到此地的个个都是九玄界顶尖的天骄，他们一身的精华品质可比外面那些废物高多，杀一个填外面几万人。前辈凝聚的那道黑色密纹符咒完全看不懂，可那道青色的为何会有一丝淡淡的圣韵在其中，还有点眼熟，他究竟是何人？师尊，您凝聚这2道符咒是做什么用的？准备砸场子了。砸场子，我喜欢。师尊放心，夺宝抄家，弟子最拿手啦。燕百烈1朵焚怒火莲不够是吧？那就来10朵，看你接不接得住。言辞，你这个疯子！呵呵，万劫焚心炎，此等神物可不是你们这些小娃子能燃制的。天行宗星宿长老至尊2重，这还打个屁！溜了溜了，小娃子，看在你修行不易，自行退去。老夫可以既往不咎。师尊曾言，越阶挑战乃我门派传统，小小至尊也想夺我天火，做梦！不知天高地厚，既然你找死，老夫便成全你。
言辞就是个疯子。不过至尊他才半步至尊，说这话不脸红，张逼犯。严百列见过各位道友，这位道友，前方是因何打得如此激烈，震得地动山摇？别提了，就是南域那个严军，严慈简直就是蛮不讲理的土匪，一到天火就抢，已经抢了我3朵，每次还都说是师尊教的，看上的东西就得抢，也不知他师尊是何方神圣，竟教出这等强辣弟子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世界万物本就是能者绝之，该抢就得抢嘛。不是道友，抢归抢，但那言辞脑子有问题啊！一个半步至尊，现在正在跟天星宗的星宿长老硬汉，那可是至尊2重的大能，这不是纯纯找死吗？真不知他那该死的师尊是怎么教他的。云清上，这位道友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看他气息不过神阶1重，去对付一个半步至尊的言辞，还有一个至尊2重的星宿长老，这不是去送死吗？师尊，我境界是低了点，没关系，师尊帮你提一提。洞虚1重，这师尊比他徒弟还低呀！道友，看你气度不凡，想必是哪个大宗门的核心子弟，靠天才地宝堆砌的修为吧？这可以理解，但这临阵之际想再提升，恐怕来不及了。请师尊赐法。不是，兄弟，你还真信他呀？他才洞虚1重啊！不过半步至尊罢了，站稳了。一指一境登天，怎可能？从神劫境直达半步至尊，这是何等通天手段？不对，如此强行提升，根基必须扶不稳，徒有境界，毫无战力。不过空中楼阁，除非此刻有一滴道仙露为他稳固道基。可惜啊，那可是传说中的神物，整个九玄界有记载的也就出过5滴，2滴早已被上古大能耗尽，世间仅存3滴，每一滴都足以引至尊争夺不休。别省着喝，喝完就上，这瓶都给你了。下师尊。一瓶，老子听说的都是暗滴传说，他竟拿来给弟子当水喝，还是一整瓶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好了，去吧。是师尊，弟子必定将万劫焚息岩为您夺回。师尊要那玩意何用？去帮你剑四师兄夺取。师兄，弟子明白。言辞师兄，魂青来助你。哈哈哈哈！师尊来了，李青莲干得好。文辞也叫他师尊，那刚才我一路痛骂那个蛮不讲理叫出强辣徒弟的天杀师尊，就是他，那个将道仙露当水喝的绝世大佬。完了，我死定了。这位道友，方才说起我师尊时，你不是很能说吗？怎么现在见了真人，一句话不说就要走，不太合适吧？丁，任务完成。姓名严巨。前辈饶命啊！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晚辈口不择言。晚辈对您的敬仰，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光说有什么用？让我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，就当是给我师尊赔礼道歉了。真就算，就一朵天火，还是最低阶的淡金天眼。
我堂堂天火门长老，在九玄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身怀一朵天火，无数人羡慕嫉妒，到他嘴里竟成了血栓。也对，岩祠内怪物光是已知的就有3朵天火，这么一比，我这朵淡晶天炎确实穷得叮当响呢。是，前辈说的是，晚辈就是穷，没见过大世面，眼界窄，这才冲撞了前辈。和岩祠道友，这次争夺万劫焚心岩，是晚辈猪油蒙了心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晚辈日后一定备上厚礼，登门拜谢。看到了吧，这才是识时务的人。要是没有刚才那番话，他体内那朵天火，我都想顺手拿了。他真有这等实力，一指点化半步至尊，弹指间便能看成我本源。拿捏我这至尊异宠，恐怕比捏死哪一还简单。用群剑式攻击左手腕，让他握不住剑，言辞给他来发焚怒火轮，别往天上放，攻击下盘。机会来了，他露出破绽了。跟你说了，别往头上打，万一打死了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对手？对，都收点力，别有点力，慢慢来，感受至尊境的力量流转。混蛋！半步至尊和至尊二重有天壤之别，这2个小子怎么可能凭空压制我？这简直是把我的所有招式都看穿了。好了，你们2个下来，换人了。谢师尊指点。雪柔、九离，轮到你们了。什么？换人？他们真把我当成弟子的练功对象了？要有此理，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便宜。走位上策，快点，别让他跑了。你们这些小辈，真要逼我玉石就范吗？放我离开，否则我自爆这拽肉身。你们2个半步至尊，就算不死，也得给我陪葬。师尊，弟子幸不辱命。起来吧，坤清啊，你可得好好修炼了。看看你言辞师兄身怀数朵天火，多值钱。师尊，那不是我的太虚剑篇，之前损坏了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前段时间灭了凌天，这是他们的凌天剑胚，拿去，让你的太虚剑胚吞噬它，对你有好处。多谢师尊。凌天尊，那个以剑道闻名，宗主是至尊4种强者的凌天尊，不久前传闻被神秘强者瞬间抹除，原来是前辈您前的。你有异议？没，晚辈不改，绝对不改。晚辈只是感叹，玄前辈真是为民除害呀！那凌天尊乌烟瘴气，行事血腥残暴，早就该灭了。前辈出手，实乃苍生之福。星宿长老，这样的对手难能可贵，你们要好好把握。雪柔、九离，先退下吧，你们3个一起上。青兰负责防御与牵制，让他们2个主攻。多下前辈指点。星宿长老真是太惨了，轮番上阵，还被当成磨刀石的轮番上阵。世上还有比这更憋屈的至尊吗？欺人太甚！你们当老夫是什么？再不撤掉这阵法，老夫这就自爆！我说到做到。至尊2重自爆，非同小可，他肯定有办法的，是吧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堂堂一个至尊，竟被逼到如此地步，连自爆都做不到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如此羞辱我？天星宗与你不死不休。这些怪物实力不仅巨异，连老夫的自爆都被封禁了。今日怕是插翅难逃，但就算是死，老夫也要拉起个探背的。看到了吧，星宿长老这招带有燃烧本源的意味了。
可惜不够果断，要是真敢将本源全部燃烧，那3人还真得退避3分。这已经是不密的打法了呀！看，又来了，这招显然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看似气势均惊，威势惊人，实际上灵力全散，毫无杀伤力可言，有点自乱阵脚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带回来吧。好了，多谢你帮我磨练弟子，放心，我会给你补充的。少假惺惺的！老夫乃天星宗长老，今日被你们如此羞辱，老夫羞于为人。有种的话就杀了我，休想从老夫口中套出任何消息。我天星宗与你们势不两立。哼，我星宿教是为了些许小恩小惠就卑躬屈膝之人，区区一瓶丹药也想收买我堂堂天星宗长老？这情况，这个意象，难道是10万年难得一遇的绝品菩提大还丹？至尊境只要一息尚存，服下便能瞬间恢复真风，更有洗精法髓之神效，可顶1000年苦修啊！怎么看不上？那算了，我不给了，你去叫人找我报仇吧。别，这就是前辈说的补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菩提大还丹。前辈，我们这样做，他恢复之后不会再长这么麻烦吗？不会的，他还得谢谢我们呢。谢前辈赐丹再造之恩，先前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前辈非但不杀，还赐下如此神物，此等凶金，晚辈拜服。不错，这么快就突破到了至尊4重啊！看来你那陈年旧疾也一并好了。前辈慧眼如炬，晚辈这隐疾是在11万年前与仇家在九幽冰海缠斗7天7夜所致。这11万年寒毒侵体，修为再无寸进，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。此番前来，便是想借着万劫焚心宴的至阳之力，做最后一搏，以毒攻毒。若实在无法解决，恐怕晚辈的大限也就将至了。前辈此恩如同再造，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晚辈必铭记于心，永世不忘。这位便是我等师尊欣然师。原来是荀前辈，晚辈再次谢过前辈大恩。此物名为天星玉，那我天星宗倾尽全宗之力，耗时1000年炼制而成，可抵挡至尊5重强者全力一击。在我宗门内，也唯有圣子才有资格佩戴。聊表心意，还请玄前辈收下。不必了，前辈，这只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莫非是玄前辈嫌弃这礼物太轻了？不是太轻，是完全看不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能，话虽句句在理，可怎么句句就这么戳心呢？真的火辣辣的看看我的4个徒弟，那清风不错哈。他们虽只有半步至尊，但你问我，他们谁会惧怕至尊境？这几个年轻人个个都是妖孽，没一个是省油的灯。方才联手便能将我压制，即便我如今突破，单打独斗，纵凭境界取胜，也绝不轻松。前辈较快的是，日后若需陪练几位高徒，晚
辈随时奉陪，绝无二话。好说话。既然如此，这瓶丹药就算是御夫的辅导费吧。多谢前拜，一整瓶菩提大还丹发了，这次是真的发大了。回去之后，我在宗门的地位怕是要升给大姐了。前辈您看，还有什么需要晚辈效劳的吗？这大腿我抱定了，道仙路整瓶送，苍菩提大还丹整瓶送。这等神仙人物，手指缝里露点东西出来，都够我受用无穷。架也打完了，把那万劫焚心炎拿来吧。好嘞，晚辈这就去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杀人催心呐！我是来抢天火的，现在还得把天火亲手奉上，我这心里真疼啊！前辈，您要的天火。言辞接住，尽快炼化。是，师尊。前辈，千万不可！这个里是藏尊院外围，虽有机缘，但恐有其他强者寻来，在此地炼化天火，动静太大，恐陡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等离开此地，再寻一处僻静之地，慢慢炼化为好。言辞炼化它需要多久？回师尊，1炷香足够。1炷香，言辞道友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按理来说，修士体内最多只能炼化1朵天火，再多便会互相冲突，走火入魔。纵使你体质心法特殊，能容纳3朵已是阔骨绝技，但炼化1朵天火，短则3月，长则千百年。纵使有那3朵天火相助，却至少需要1个月吧？谁说我只有3朵？那你有多少朵？48朵。多少？48朵天火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有点少啊，搞紧练吧。48朵还不多，那要多少才算多？什么？咱要脚踏车？你看48朵，这数量不是还记得清？什么时候多到记不清有多少啊？那才算多。要记不得多少才算多。这世上天火才几朵，都给你们家得了。你信不信？他们还真就想要全部的天火。都给他们了。我们怎么办？喝西北风啊！我们拜师吧。前辈，请受晚辈一拜。晚辈星宿天星宗太上长老，至尊5重境，宴拜入前辈门下，为奴为部，在所不辞。前辈，还有我，晚辈燕百烈，天火盟盟主，半步至尊吞风，驱使绝顶，求前辈收我为徒。这修为也就一般，天赋也只能算酷合。这种天才还是算了，要是那种绝色天才美女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也想拜师。晚辈云清，西周云岚宗圣女，拜见前辈。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还是个如此绝色的女子，这么年轻的至尊，我没戏了。晚辈方才在暗处已目睹前辈与言辞道友之风采，心向往之。晚辈不才，修炼万载，方至至尊一重，堂请前辈收我为徒。至尊，且慢！岿然宗乃西周第1大女修宗门，实力雄厚。传说其宗门老祖正是当年清明圣君发动圣劫后，少数几位成功晋升半圣的大能之一。他怎会允许自家圣女另投他人门下？聒噪！人家姑娘都跪下拜师了，你在这瞎说些什么？他自己不知道有宗门，需要你提醒？有什么事不能等我收完徒弟再说？再说了，他们那个半圣老祖有我强。师尊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别打了。莫道友多虑了，我宗老祖云崖曾有祖训传下，良禽择木而兴。修炼路上若遇天大机缘，无上贵人，便要拼尽一切将其握于手中。这是我们老祖的师尊，也就是我的玄师祖教给他的道理。晚辈即便拜入前辈门下，也绝不会忘记云岚宗的养育之恩，他日必将回报。所以云清斗胆再请前辈收我为徒。奇怪，良禽择木而栖这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我也觉得好耳熟。我们也听过。别想了，这话我说的。什么？云瑶也是你们的师姐？师姐，那您许不就是我云岚宗传说中的玄师祖？我的老天，幸好刚才这大佬没一巴掌拍死我。九玄界仅存的几位半圣之一居然是他的弟子，真要惹了他，我还有命活？
不对，看他深不可测的架势，实力恐怕比半圣还要恐怖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下可真是玄前辈果然深藏不露，弟子都是半圣了。林清师妹，快起来吧，走葬好了，你也算是认祖归宗了，快叫我一声师姑听听。哎呀，不对，师姑听起来好老气哦，还是叫师姨吧。就这么定了。柔柔的取名品味还是一样独特，真诚是宜，以夷制夷了。既然入了门，就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群青师叔，那边是你师叔的朋友青兰。至于他嘛，算是个混子，不用太在意。大佬给点面子呀！昆青见过昆青师叔，面过青兰前辈，面过混前辈。至于这位星宿长老，是你们师叔师姨的磨刀石。我昆青见过星宿长老，弟子云青子拜见汉上师祖。至尊雷劫，这怎么可能？普通修士渡至尊劫，不过几道普通雷霆，天才能引来一条雷劫金龙，已是万古罕见。他怎么直接引来了9条？老夫当年渡劫，也不过怕勉强引渡一条金龙，便被玉雷顶击天主。言辞这天资，简直是妖孽，简直是怪物。丁，弟子言辞突破至尊，突发天域回淬。丁，依据弟子出师后表现，可回套玄师1000雾气运点。天运回槽，翻1倍也叫回残，这是弟子不够行，还是法则不够行？9条，还行吧，勉强这是达到我的个最低标准。我宗太上云瑶师姐当年渡至尊劫时，引动的也是9条雷劫金龙。他天资还行，差不多吧，也就那样。唉，可惜如今天地道运残缺，令其稀薄，否则以太上和言辞师叔的天资，未必没有机会问鼎圣境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师尊是什么意思？让你多读点书，你偏要去杨府。看好了，万事万物终有转机，去最深处看看。各位来了，这就是藏尊园的尽头，也是真正的起点。这断天石壁隔绝内外，非持有玄冥令，绝无可能进入。看好了，哼，如何？玄冥令是进入内云的唯一凭证，稀罕得很。还以为玄冥令多厉害呢，看来也不过是破烂玩意。您可别开玩笑，这玄冥令千金难求，千金难求的垃圾，但也是垃圾。这不就是个平平无奇的阴阳五行道运复合符文阵吗？透过改动空间波动的灵运，造成视觉与物理隔绝，手法粗糙，四季简陋，小儿科。师尊，您说那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前辈还请明示啊。意思就是进这种门根本不需要什么钥匙。喏，就是这样。虚空成佛，言出法随，这是圣人才有的手段呀！将这符文带在身上，这破墙就像不存在一样，随便进。所谓的玄冥令，不过就是将这道符文固化在铁片上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万宝河研究了上百年，都无法复制玄冥透的道运，怎能究竟是谁啊？最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手段？不行，完全不行！这符文的构造太过玄妙，根本无法模仿。前辈神威盖世，晚辈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不知前辈这神符可否出个一枚？晚辈愿出天价购买。
薛柔啊，师尊对这些黄白之物没什么概念，你看这东西定个什么价比较合适啊？师尊的神符乃是天地间的无价之宝，若非要定价，至少也要1万灵金一枚，方能体现其1/1000的价值。1万灵金，我的天哦，那可是足足100万下品灵石啊！这够大宗门1年的开销了。灵金这个价格，星宿长老言之有理，那就听你们的。10万灵石一枚，童叟无欺。10万，前辈，这跟明强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也太贵了。人 Q， 好，那15万一枚。不是，前辈，我的意思是说太贵了，您怎么还涨价了呀？20万。我买了，20万就20万。前辈，我买了。25万。哥，那25万。前辈，快把神符给我。看好了，新鲜出的下一枚30万灵晶，新鲜出的下一枚30万灵晶。去购从速，过时不候，再犹豫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30万我要了，给我，前辈，给我有灵晶。为啥？是我先问的，前辈，40万，我出40万。师尊这招简直是杀人不见血啊，太黑了。不过我好喜欢，得好好学学。来了，叶百烈、星宿长老，你们2个负责收钱发符，其他人维持秩序。师尊先去探探路，替你们打前站。好嘞，50万灵金成交，下一位。幸好我买的早，刚才40万，怎翻了？快点，别磨磨蹭蹭，再涨价我可买不起了。哥，你看他们就这几个人，要不要直接冲过去抢符？你去抢？那3个是至尊，剩下的全是半步至尊，你是想去投胎吗？滚开，别耽误老子买符。就这一单狗，又涨到60万了。足复玄文引震声，应符缠足所征程，星袍错裂迷棋局，追柄偏移或可行。不对劲，这小子他在覆盖我们的阵眼，他怎可能找到阵眼？更没想到这次竟有这么多上等祭品。他每走一步就有一个核心阵眼被他的力量强行替换，此人绝不简单。那又怎样？内魂转轮大阵一启动，正好用他们的神魂来完成我们的大计动手。来多少？师尊这是在做什么？跳大神吗？这是我的活啊！别过来，等一下。等什么等？至尊宝物可不等人，我先走一步，各位再会了。哼，蠢货，师尊的话也敢不听，真是活该。师尊，阎君前辈，您在叫他？开什么玩笑？那个人明明只有洞虚一重的实力，怎么可能是至尊境强者的师尊？欢迎来到我的猎场，九玄界的倒霉蛋们，准备成为我的血食吧！都听到了吧？记住了，笑声是结的，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人。那该怎么办啊？师尊，往死里打就行了。每个5万灵金，保你们安全，概不欠账。你这无耻之徒，刚才用神符坑我们一笔，现在还想趁火打劫？谁要你保护我？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！你敢？啊！嘿嘿嘿嘿，这小子不错，金法造阵不低。就是实力差了点儿，不怕，祭品有的是，质量够呢。破解符文，这小子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也是为我们做嫁衣。且！
凡是出场带着嘿嘿嘿怪笑的，基本都是炮灰。第二定律，形势大好，还未分出胜负，就盲目自信，觉得自己必胜，这叫提前庆祝。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往死里打，千万不能给他们反撒的机会。玉柱是何物？是某种法宝吗？就是一种喝起来甜甜的，喝了会晕的饮料。哦，我懂了，玉简就是含笑谷。前辈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这好久快记不住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别叫了，我们快死了，现在不是教学的时候。吵什么？没看见我正在传授关键知识吗？安静点，别打扰我教学生。这就挡住了，这么轻松。说起来，对面那两个唱双簧的是谁？回卷前辈，若晚辈没认错，那二人应是10万年前因修邪公毒害天下，遭各大圣地联手剿灭的古血殿余孽。殿主古名，副殿主古淼。嘿嘿嘿，真没想到10万年了，世上竟还有人记得我们兄弟的名号。当年你们所谓的正道统呀，将我古血殿赶尽杀绝，一路追杀至这苍尊渊深处，眼看渊口关闭，你们以为我们必死无疑，便就此离去。但你们这些蠢货怎会知道，死地才是我古血殿修士的最佳福地。纵观整个九玄界，还有哪个地方比这藏尊渊更适合修炼？这10万年来，所有在此陨落的修士，不论生前何等天招，死后皆成我们的养料。我们终于达到半步半射。今日只要将你们这些新鲜祭品全部炼化，我兄弟二人至少能达到半圣之境，甚至可能逆天成圣。夫时，整个九玄界再无人能阻挡我古血殿的脚步。都看到了吗？反派定律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当反派把自己的悲惨过往、心路历程以及未来的宏伟计划一字不差地告诉你时，他就死定了。没错，这代表他必死无疑。为何？因为前因后果交代清楚，人物弧光也完整了，那还要他们干嘛？没他们的戏份了吗？对，有道理。以后跟人打架，话直说一半。等等，我好像不是反派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少说话还能省口水。狂啊！我等炼化藏尊渊万年残存的道域，再配合噬魂转轮大阵，纵使你阵法再强，也必将被活活磨死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这阵旗是你们的吧？噬魂旗怎会在你手上？何时拿到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他踏入阵法边缘，我以为他已入瓮中，便立刻推动大阵准备收网。他是何时？你们的阵法太垃圾了，我只是随手凝聚一符文，便直达你们阵法核心。你们还没反应过来，阵眼的核心信物自然落入我手中，太好破了，毫无挑战性。古血殿师兄弟的阵法真的很垃圾吗？垃圾？小友，你可知古血殿修邪功不邪阵，他们在此10万年，你我之中又有谁曾发现这两老家伙在此布阵？据老夫所知，这应是古血殿最强的12阶噬魂转轮大阵，乃是半圣之上、圣人之下的无上杀阵呐！圣人之下的阵法，那玄前辈竟能如此轻易破之，又不是，难道有圣人之姿？原来玄前辈只是将实力压制在洞虚一重，我等愚钝。低调，都坐下，基本操作。今日谁也跑不了，我要将你的神魂抽出来，祭炼万年。
逼我们兄弟倾展全力，燃烧本源，你们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拿了我们的阵旗又如何？我等便以自身血气为引，补足阵旗空缺，引动噬魂转轮大阵的完整形态。你们都得死！秦前辈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前辈，这劲法好像更强了。这才对嘛，总算值得我出手了。前辈，你说出手，但光能只出手啊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竟然在调动我们阵法的力量，他在用噬魂转轮大阵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自己。镇压，给我镇压！玩够了？不可能！我的大阵，我的心血！前辈，此等魔头，我等现在就去解捆了他们，为民除害。对，杀了这2个老魔头，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不急，还有个大家伙没露面呢。前辈，您说什么？还有其他人？这秘境之中，难道还有比这2个老魔更强的存在了？清明圣驹，哈哈哈！真没想到，10万年过去了，这世间竟还有人能认出本座。更有趣的是，还有人能闯入本座道场。清明圣君，不可能！10万年前你引动圣劫，送击地境失败，不是早就生死道消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生死道消？本座当年引动圣劫，乃是为了行了惊天举动，欲以其他6位圣君为祭品，布下6芒血祭大阵，助我一步登天，踏入那万古唯一的地境。只可惜，本座还是低估了那6个老东西，他们联手，竟将本座逼入藏尊园。既然你没死，那你现在想干什么？重现于世？难道还想为祸苍生不成？为祸苍生？本座被打入藏尊园，却意外在那里寻得这片天地的终极之机。可惜那地方本座也进不去，但仅仅记在门口，被逸散的大道之气滋养，便让本座重悟天地大道。本座伤势痊愈后，便将追杀而来的6个老东西当场格杀了3个，重创了3个。可惜本座当时已是强弩之末，再斗下去便是同归于尽的下场。所以本座选择假死，或者说深融大道，深融整个九玄界。那另外3位圣君后来不都是传闻作画了吗？作画，真是可笑。本座深融天地之后，九玄界的一草一木皆是本座的化身，沾染了本座的大道气息，只要活在这片天地，便是本座的养料。本座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活活吸干，就像这样。不，大圣饶命！我等愿为您做牛做马，饶命啊！鬼，你就是个魔鬼！本想让你们多活几日，但秘密已被撞破，那就都去死吧。本座已深融九玄界万千造化，藏尊园便是我的独属道场。记住，在我清明称帝之前，九玄界无人能成圣。前辈，救我们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们都是助我成就帝君的祭品。你们所有人将永远死在藏尊园，成为我登上帝位的踏脚石。而那些被我意志侵染的，则会成为我的奴仆。他们会活着离开，将此地藏有惊天大机缘的消息传遍九玄界，吸引更多更强的修士前来送死，直到我成就无上帝位。那古明和古长呢？他们也是你的祭品？
他们汲取了本座的道运，才有今日的成就。可惜他们修的魔道与我之道背道而驰，不堪一用。他们不过是替我屠杀你们这些奴役，他们需要你们死前的怨气，而我需要你们一生的修为。有他们在，本座倒是省了不少功夫。可惜呀，他们废了。你竟然不是九玄界的生灵！本座身容天地10万年，这壶玄界的任何一个生灵，自出生的那一刻起，神魂深处便沾染本座的道运，在外边或许只有少数至尊和半圣能勉强抵挡，但在藏尊元深处，在本座的绝对道场内，纵是至尊也得俯首。你不过洞虚遗宠，就能察觉本座存在？你是什么来路？你去过的那个所谓的世界，究极之境在哪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反正你们都是将死之人。那个地方名为荒天古冢。荒天谷，那在这是我师尊的道场。你连门都没进去，就在外面被E3的气息滋养一下，就以为自己悟透天地大道。我师尊在里面，快憋破了，想出来透透气。你还当成宝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笑死我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虽我仅至尊境，此地已确是你道场，但凭你这点雕虫小技，也想困住我？不可能！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没什么，不过是自爆5朵天火罢了。5朵天火？传说一朵便可纵横天下的天火，他说爆就爆了。这家伙天火不仅多到离谱，肉身竟还扛得住。原来是你这严君，本座倒忘了还有你这艺术。3朵就够了。看到了没？装逼就要学你们的言辞师兄，还得学师尊。叫你别浪费天火，扯什么远？师尊教头的事。不过这天火嘛，没了再找回来就是。这不是看这老怪物有点棘手，想快点帮师尊您解决麻烦吗？这老东西活了几10万年，手段确实比我们想的要多。哈哈哈哈哈！手段多，本座手段只是你们能想象的。就算你来自那所谓的终局之境，又能如何？就算你严君能自爆天火，又如何？就算你杀了本座奴部凌天尊，又如何？本座便是天，这藏尊园便是本座道场，在本座道场之中，你们皆为除矣。那是传说中与清明圣君齐名的另外6位圣君，他们的魂魄居然全被老魔头给囚禁了。完了，九玄界万年来的陨落强者都成了他的傀儡。言辞，保护他们。是，师尊。我的力量竟被压制在圣神境之下，这片天地在排斥我，不对，是清明这老东西在排斥我。感觉到了吗？在本座道场里，你便是与整个九玄界为敌，你每抽一分力，都要承受整个世界的反噬。你再强，能强过一方世界吗？糟了，师尊的力量被限制了。怎会如此？
师尊他……前师祖，不好了！老祖云崖刚才传讯于我，万藏尊渊是否发生了异动？因为就在刚才，整个九玄界各地突然出现无数身冒青光的修士，正在外界大肆屠杀。权氏觉得如何？这6位可都是本座的老朋友，他们的毕生神通你还喜欢吗？你这老东西还真他娘的烦人，看来实力不提升一点，还真发挥不出全力。这是师尊在突破，他要突破至尊境了。想在本座的道场里渡劫，痴心妄想，给本座压还不够。那是什么？紫金色么雷劫，雷种有神？那是9道雷劫，超越金龙的雷神劫。师尊他竟直接渡半圣劫，雷神劫不可能！此等境界雷劫，万古未见，你怎可能引来他？来的正好，压制不住了，本座的道场竟压制不住他了。玄师，就算你成就半圣又如何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本座现在就引爆九玄界所有青光傀儡，让这整个界域万亿生灵都成为本座的养分。山师祖，干事不好！西周爷、安宗外所有金光傀汇都在向山门汇集，他们要自爆了，山门大阵快撑不住了。这雷神劫之力，只能净化清明的界域青光，被动挨打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哈哈哈哈！你什么意思？神雷将，你竟敢主动引动劫力，不怕撑爆道基吗？矬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我等竟然成为邪魔个傀儡，多谢前辈点化。九玄界所有弟子听令，清明圣君欲以1万生灵为祭，断复此界。现持我示下的护道符文，找到所有青光掳掠，格杀勿论。师尊，借我神威，斩妖除魔。7成，不到1刻钟，你竟毁我7成奴劣！玄师，你毁我万古大计！你竟敢毁我大计！好，很好。既然我得不到，你们也休想得到。我若输了，你也休想赢。我便让这九玄界的圣运今日彻底枯竭，从今往后，此界再无成圣可能。以我残绰、薛尔等前路，万世沉睡，永无超脱！哈哈哈哈哈！看你们谁能阻我！什么？圣运破碎，不仅是无法成圣，而是整个天地界都不再有灵力产生。清明老总，他就是要拉整个九玄界陪葬呢！无法突破，无法突破！为什么？灵气呢？灵气呢？完了，森林枯竭，此界再无成圣之可能，再无修炼可能。我们的道途蹲了。为什么？为何会这样？我不服啊！前辈，请您慈悲，若灵域枯竭，九玄界将再无未来，求您救救我们，救救九玄界！我总是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罚了，欠债就欠债吧，反正老子弟子多，放马过来！
既然你休想修复圣域，我已升入此界法子，你这外来者凭什么与我斗？一破四！不是喜欢与九玄界融合吗？今日便让你成为界域隐性，也算物尽其用。玄天惊奇，以清明圣君之体为基，引九玄界全域之力，赤。我的道，我的万古大计！玄氏，你竟敢如此！就算化为厉鬼，众弟子听令，先天金球已降下玉界节点，速速收集，而后过玄天金桥到藏尊元面见师尊。尊师尊法旨。回恋宗云阳，参见师尊。起来吧。破天宗，石破天，拜见师尊。幻音阁，柳如烟，再见师尊。拜见师尊。清明，老东西，你也该死了。玄师，你不得好死！稳坐鬼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师尊，我突破转胜了。很好，厚积薄发，这乃你应得的机缘。很好，弟子突破，法则奖励的天运点果然丰厚。参见师尊。这到底有多少弟子？个个气息都如此恐怖。刚成圣的云宗主竟只是大弟子，何止帝君，纵观九玄界，恐怕一半的顶尖强者都是玄前辈的弟子。玄前辈已是九玄界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，虽耗费巨大，但这趟见了这么多弟子，血赚不亏。只是为何还有许多弟子未曾现身？看来黄天古冢连通的不止玄天九界这一处世界。师尊，接下来我等该当如何？请师尊示下。玄前辈，驱灭清明圣君，重睡九玄界法则，以玄天金桥福泽苍生，功盖千秋，德传万古。我燕百烈在此恳请九玄界所有同道，共尊玄前辈为九玄界帝师。参见帝师，恭请帝师上旨九玄。欢迎来到修罗界。